故事发生在香港最后一条穷街陋巷大磡村，这里拥挤混乱，人员密集，他们都是香港老居民，但却跟不上也阻止不了强大强权的城市化进程。大磡村已经被高楼大厦包围，在寸金寸土的香港岛苟延残喘。大磡村的旁边就是高档的荷里活社区，由5栋摩天大楼组成，像一座五指山，雄赳赳压在大磡村上空，压得让人窒息。大磡村的市井小民在这种压抑中过着柴米油盐的琐碎。老朱在大磡村经营着一家烧肉店，烤猪肉卖猪肉，烤乳猪卖乳猪。他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阿明和小儿子阿细。朱家3父子都肥得可怕，3人吃着绑，把买回来的猪扛进店里，开始处理猪的尸体。处理好内脏后就用水冲，然后用火烧猪毛，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他们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，日子过得也算安稳。工作过后，老朱喝着冰啤酒配着猪肉，特别惬意。猪圈里的老母猪哼唧哼唧的也想吃，老朱给母猪取名叫娘娘，老朱也毫不吝啬喂给她几口。老朱的妻子生下小儿子阿细之后就跟人跑了。这些年老朱忙碌之余，难免生活平淡。看着一个年轻妓女小静走过来买肉，老朱忍不住的咧嘴笑，甚至将一整只乳猪送给她，目光跟着小静离开的身影，久久不愿撤回。朱家父子的消遣方式就是浏览一些少儿不宜的网页，来排解身体和精神上的空洞。小静的男友阿强是妓女们的经理人，他也住在大磡村。18岁的他长得帅气逼人，面庞姣好。他将妓女们搔首弄姿的照片做成网站吸睛，上面明码标价，这是阿强的梦想。如果能够再代理几个妓女，他完全可以冲出大磡村，走向更大的市场。这天他正在炫耀自己制作的网站，小静很有信心地表示一定会大受欢迎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弹出了一个小网页，上面是一个看起来清纯可人的女孩子，叫做上海天使红红，明晃晃的几个大字让阿强瞬间来了兴趣。小静在一旁有些吃醋，说什么不就是个北姑吗？这天阿细一边写作业一边帮忙看着摊子，一个漂亮的女孩来到了他的面前。女孩名叫东东，要2斤烧肉。阿细热情地为东东切肉打包。东东看着他一副大人般熟练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2个人一起聊天很是开心，东东还亲切地请他吃荔枝。这个时候小静也前来买烧肉，她一眼就认出了东东就是阿强电脑上的那个上海天使红红。小静立刻回去通知阿强，阿强飞一样的奔了出来，但很可惜东东已经离开了。阿强穿街走巷也没有找到，寻求未果的他有些郁闷地吸着烟。最近猪肉涨价，老朱便想给娘娘找头公猪配种，于是写了张告示张贴，上面写着健壮母猪名娘娘，求优质公猪配种1次，后酬面议，如生猪仔20，还有奖金。很快就有人上门了，是一个中年大妈，从大陆来的，自己开了个体诊所，大家都称她为刘医生。刘医生询问起了娘娘的生殖能力，老朱说好得很。刘医生也打开了话匣子，他想用母猪来试验，看能否人工受孕。老朱以为是生猪仔，说很容易，但刘医生说是让猪生小孩，他打算将人的受精卵先植入兔子体内，长成多细胞胚胎，然后注入母猪的子宫，让母猪生出人类小孩。如果成功了，就可以发大财。虽说不是很容易，但在国外已经有了成功案例，说美国用牛胚胎生了人类，是个男孩。可老朱还是不大相信。刘医生又说，将胚胎植入猪体内，在医学上是可行的，你可以不信耶稣，但必须相信科学。老朱最近因为娘娘配种的事弄得心烦意乱，于是在这个寂寞的夜晚，他打电话给了阿强。尽管他可以压低了声音，但是毕竟同住一个村，阿强还是听出了老朱的声音。此时小静一边穿好衣服一边嘟囔着，死胖子那么穷还出来嫖。小静似乎很讨厌他，决定要双倍收费。小静走后，阿强又收了红红的信息，这次换成了护士装扮，上面还写着感冒300，打针600，入院1000，也不知啥意思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阿强按耐不住了，决定去找红红治疗一下。精心打扮一番后，关灯出门。夜色里，小静也关灯赚钱。阿强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人，2个人一拍即合，在一个小山坡上进行治疗。治疗过后，阿强内心竟生出几分心动来。红红的清纯热辣、坦率精灵，无时无刻地吸引着阿强。阿强提出想做红红的经理人，红红开玩笑地说让他当自己的男朋友。红红指了指不远处的高楼，说自己就住在河里活，问他美不美。在阿强心里，眼前这个上海妹更美。正聊着，红红内裤都没有穿，就跑到山上看夜景。红红觉得河里活好像五指山，而自己就住在五指山中。2个人伸手比划着，阿强看着红红，
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属于他这个年纪青涩的笑容。夏夜的晚风微拂，灯光迷离，他们牵手奔跑在夜色之下。这天阿细放学的时候，在巷子口又碰到了东东，于是拉着东东姐姐的手来家里做客。老朱看着青春靓丽的东东，有些局促地笑着点头搭话，对他的到来表现出了12分的欢迎。阿细带着东东去后院荡秋千，在空中的东东就像一个调皮的精灵，欢快的笑声感染了这个早已丢失活力的家庭。老朱笑得合不拢嘴，阿明也目不转睛地看着。夜晚身着红衣的东东就在窗外荡着秋千，相比白天精灵一般的东东，夜里的东东更像一个魔人的妖精，让老朱和阿明都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待阿明起床查看时，却什么也没有，原来父子俩都做了同一个美梦。这天下着雨，东东到店里避雨，老朱切肉给他吃，他看向东东的眼神似乎多了些什么。东东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老朱的凝视，老朱立马尴尬地回了头。大雨不分贵贱地洗刷着一切事物。阿明和阿喜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，他们竟看到老朱拖着肥胖的身躯，几近癫狂地荡着摇摇欲坠的秋千，酣畅淋漓地大笑。他的生活就好像突然多了许多的色彩一般，绚丽斑斓。这天刘医生又上门了，老朱已经同意了母猪生子试验，打完麻醉后就要抽血，要检查有没有艾滋病。他说猪都是滥交的，接着掰了一大堆似懂非懂的谬论。老朱又问，有了孩子自己不想要了可以堕胎吗？刘医生笑着说，当然可以，宰了不就堕了吗？还要老朱在试验成功后多喂些营养给娘娘，没准他将来就是老朱的老婆，而且是阿明和阿细的老妈哦。听到这里，老朱不干了，这实在是太荒谬了。老朱及时止损，终止了试验，让阿明和阿细用水把娘娘冲醒。刘医生还在跟老朱纠缠，说自己的发明何其伟大。娘娘清醒后立马跑了出去，朱家三父子紧跟身后狂追。这聪明的母猪跑进了箱子里躲了起来，最终他们没有找到母猪，只好到处在巷子口张贴寻猪启事。殊不知娘娘已经离开了村子，正往河里活的方向走去。这天东东又来找阿细玩了，老朱出去找娘娘去了，阿明在烤乳猪。东东突然让阿细出去帮自己买东西，支开阿细后，东东开始对着阿明聊骚，让阿明教他烤乳猪，还擦了一下阿明身上的汗水套近乎。亲切的搭话，若有若无的亲近和明媚灿烂的微笑，让阿明满是肥肉的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东东的撩拨终让阿明把持不住，终于欲望大过了理智，野兽冲出了牢笼，自由得到了释放。阿明抱着东东进了屋子。从那以后，阿明没事的时候就学着老爸在院子里荡起了秋千。这天阿细又遇到了东东，东东正在路边帮他的律师朋友服务完，漱完口也没有收钱，只是摆摆手说，都是朋友，我不收你的钱。东东看到阿细路过，便带着他去逛商场，两人一边奔跑一边开心地笑着，一起吃汉堡，一起逛街，还带着阿细回家，说房子不是自己的。阿细从高处俯瞰大看村，却看不到自己的家，于是东东就要跟他玩一个寻宝游戏。阿细回到家，站在屋顶上，向着东东的方向挥舞，但是他太小了，东东在楼上也看不见阿细，于是便让老朱代劳。父子俩一个摇旗一个呐喊，东东终于看到了他们，拿出红布回应他们。阿强也发现老朱父子的动作，但他不知道他们在跟谁打招呼，但是依旧不妨碍他脱掉内裤在那边招手。大家都快乐极了，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阿强很快就收到了一封律师函，告他的人正是红红，上面说阿强涉嫌性侵未成年，要求他赔偿5万元，否则就起诉他，让他坐牢。阿强想报警，但是也没有用的，因为红红已经留下了证据，可以拿去化验。阿强气愤地踢翻了椅子，随后把电脑也砸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，红红、东东、芳芳都是同一个人，表面善良美丽动人，实则心机深沉，靠着美丽的外貌勾引那些色迷心切的男人，然后收集对方的证据，再由律师朋友给受害者发律师函，谎称16岁未成年，并附上伪造的身份证，骗取赔偿金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那些惧怕坐牢的人最后只能给钱。东东需要很多的钱来摆脱目前的生活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去往美国发展。被骗的阿强自然不愿给钱，于是芳芳的律师朋友就雇了几个混混去砍掉阿强的手臂。这天阿强进去一个小卖部买水，这时门外一群混混正追着一个青年跑过，原来他们找错了人，换成另一个同名同姓的阿强。那个可怜的替罪羊不一会儿就被追上围殴，并真的砍掉了手臂。混混把他的手臂扔到了远处不知哪家的屋顶上，替罪羊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夜空。最后混混们还是发现了真的阿强。阿强在劫难逃，
经过一番令人心悸的追逐，他的手臂也如替罪羊一样飞向了遥远的夜空，落在了不知道哪家的屋顶上。声嘶力竭的惨叫又一次回荡在了大看村的上空。阿细透过光看到屋顶上有一个手的模样，年幼的阿细并没有感到害怕，还看到那些手臂上的纹身，黄志强。他就像看到了家中被一头头倒挂在空中的猪肉一样，细心地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到冷柜里。晚上在电话簿上找着黄志强的名字，从哥哥阿明的口中得知他们村子里的黄志强有纹身，于是他准备物归原主。此时阿强找到了不靠谱的刘医生帮他止住血，随后就回来找自己的断手。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，阿细上门将断手还给了他。阿强激动地给了阿细1000块作为奖励。重得手臂的阿强兴奋万分，他让刘医生帮他接手臂。阿强的手术很成功，同时也是失败的，因为接上去的不是自己被砍掉的手臂，而是那个替罪羊的手臂。阿强丢失的是右手，而替罪羊被砍掉的是左手。阿强看着2只左手，忍不住地哭了出来。刘医生安慰地说，一般人看不出来的。回到家后，小静也生气了，有了自己还去嫖，活该被砍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这下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此时怒火烧得通红和情欲相互纠缠着，如血液一般的红，轻易挑起人心的欲望，是色的欲望。阿强、阿明和老朱就是被这抹红色拉入沟中不可自拔，就像烤架上的猪肉，只能任人宰割。阿强的事告一段落了，轮到老朱父子了。这时候在外面漂泊许久的娘娘居然回来了，朱家3父子都非常的高兴。与此同时，老朱也收到了和阿强一样的律师函。惊慌的老朱把律师函丢进了垃圾桶，经过一番考虑，他还是把钱放到了指定的垃圾桶里。他可不想像阿强那样失去手臂。老朱破财消灾后一蹶不振，郁郁寡欢，在沙发上侧躺着生闷气。隔壁一个从大陆来的大婶进屋安慰他，巴结他，对着老朱上下其手。老朱正在气头上，哼哧哼哧喘着粗气，一把就将大婶推倒。不幸的是，大婶脑袋碰到了坚硬的铁桌边缘，当场死亡。错手杀人的老朱痛苦不已。冷静下来后，老朱决定毁尸灭迹，拿出了平常切割猪肉的电锯，将大婶肢解，并放到绞肉机中绞碎，然后拿去喂了母猪娘娘。阿明这边也收到了律师函，知道自己陷入了骗局之中。阿强将后面附的身份证一对比，才发现红红和东东原来是同一个人，他们都被骗了。阿强和阿明决定一起找这个女人报仇，还问到了她的地址。阿细知道他们要去教训东东姐姐，于是跑到屋顶，拿着一面白色的旗，在上面用猪血写了一个大大的走字，给东东姐姐通风报信。他不知道东东姐姐怎么得罪了哥哥和阿强，在阿细的心中，东东姐姐是那个给他关爱、陪他聊天最好的姐姐。老朱试图阻止阿细，爬上屋顶追赶着阿细，阿细逃脱，但老朱自己突然一个踉跄掉了下去。阿细的信号发得很成功，阿强和阿明赶到东东的住所后，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。阿强崩溃地坐在原地，阿明只是损失了一些金钱和感情，而阿强丢掉了右手，变成了如今这样一双左手，看起来恐怖又诡异。臂上虎头蛇尾的刺青更是滑稽可笑。阿明笨拙的不知道该如何安慰。阿强吼叫着命令沉默的阿明砍掉本不属于他的左手。面对阿强声嘶力竭的哭喊哀求，阿明举起刀落下，一个伤疤2次疼。这就是嫖客兼帅哥阿强给自己的惩罚。等东东下一次出现时，已经是在美国的街头了。他还给阿细发来了信件表达感谢，署名是东东、红红。因为这位女子带来的风波，再加上特区政府的重建计划，朱家父子被迫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家。他们载着母猪娘娘离开了。等红灯时，3人同样看到了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，手上俨然是蛇头虎尾。3个人都惊呆了，这不就是那个替罪羊阿强吗？他带着2只右手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像是一个怪胎。阿细笑了，娘娘在车后也咧着嘴笑了，不知道是嘲笑还是巧合。故事围绕一个既叫红红又叫东东的年轻妓女展开，将香港底层社会的现状用一种讥讽的手法表现出来，文艺经典，确实精彩，很值得一看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